今天来聊聊 AI 语音潜力股3号。嗨，我是徐胖，你也可以叫我肖邦。之前我对这间公司其实不是很看好，但是后来我看到它的潜力了。那为什么现在我会认为这间公司很有潜力呢？3号是一间专门做语音 AI 的公司，但他们做的 AI 语音系统跟我们一般平常用的 Siri 这种通用型的语音系统不太一样。我给大家看看它几个最主要的产品就会知道了。首先第一个产品是 Dynamic Drive-Thru， 这个是专门给餐饮业用的语音 AI 系统。那顾客就可以透过这个语音系统来去做点餐的动作，所以大部分的使用者呢都是一些餐厅啊、速食连锁店。再来第二个是 Amelia 平台，这个平台可以给客户使用，也可以给员工使用。那如果给客户使用的话呢，就是用在一些客服的接听、答复；如果给员工使用的话，就可以协助员工来解决他们工作上的问题，或者是新员工入职管理等等的。所以大部分会使用这个平台的都是一些客服中心、员工支援系统。再来第三个产品是 Voice Commerce， 这个是用在车上的语音 AI 系统，所以大部分会用的都是一些汽车品牌。现在你看到画面上的这一些都是3号的客户，包括现代啊、三星、LG、Honda、Kia 都是3号的客户。刚刚有提到3号做的 AI 语音系统不是一般随便都能用的那种通用型的语音系统，他们是专门针对特定产业去量身打造出来的声控 AI 系统，比如说餐饮业、汽车业。也就是说 Sound 的系统基本上是经过深度优化过的，可以让企业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定义、去设计，去符合他们企业自己本身的品牌风格或者是独特的应用场景。所以 Sound 的系统是一个高度差异化的技术。一般的语音系统是从声音转成文字，再从文字去分析意义，等于是2步到位。但是3号的技术是直接把声音转成意义，直接1步到位。那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就是速度更快。它不像传统的语音 AI 要慢慢的把你的语言翻译成文字，然后再从文字上去理解，就有点像你跟真人对话一样，一边听一边就能够理解你想要的是什么。这个就是3号现在在市场上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它跟别人不一样有什么了不起？3号有护城河吗？它的护城河够深吗？好，老实说啊，刚开始在研究这间公司的时候，我看不出来3号有什么护城河。而且 AI 语音系统本来就已经很多人在做啦，3号到底有什么优势？它的护城河到底在哪里？后来我就发现3号有一个蛮强的护城河。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在所有的资产当中，除了现金以外，商誉跟无形资产是最大的。这就表示公司拥有很多的专利权，包括在语言辨识、语音搜寻、自然语言理解上面的技术，都取得了非常多项的专利。目前公司总共有380项的专利，其中有超过 78% 是有效专利哦。美国是3号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，有240项专利，再来才是日本跟中国。就 AI 语音技术上，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，而这些专业技术就是公司最强的护城河。不过除了护城河以外，我们也要看看公司到底有没有前景嘛，否则光靠一个护城河也不够。你技术很强，市场没有需求，市场不会成长，那也不行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看3号这间公司到底有没有前景，有没有成长性，值不值得我们投资。根据研究显示啊，全球 AI 语音市场规模预计将会从2024年的665亿美元到2034年会达到7145亿美元。2025年到2034年之间，每一年的年平均复合成长率是 26.8%。当然啦，这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智慧型手机的普及。不过虽然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充满着苹果的 Siri 跟 Google 的语音 AI 助理但在各个不同的垂直产业链当中啊，例如说餐饮业、汽车业、医疗业、保险业、金融业等等的，语音 AI 系统的应用普遍被认为还在一个初期的阶段。市场认为未来的5到10年 AI 语音互动会成为更多商业服务上面的标配。随便举个例子好了，在速食业，像麦当劳、得来速的语音点餐，我们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嘛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保险业今天也搭上 AI 语音，那会是什么样子？如果今天我们想要买保险，只要透过 AI 语音助理协助你去厘清自己的状况跟需求，就能够清楚知道自己能够买什么样的保险。那这个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不是更好吗？它可以更快把保险卖出去，而且还能够减少人力。虽然说Sound目前的重心只摆在餐饮业跟汽车业，但是光是这2个垂直领域，市场的规模预期就高达100亿美金的级别哦。根据研究显示啊，全球汽车语音辨识市场在2024年的估值大约是37亿美元，预计2025年到2034年间的年平均复合成长率会高达 10.6%， 预计到2034年这个市场将会成长到99亿美
美元的规模，这个只有汽车产业而已哦。所以啊，就经营策略来看，我认为 SoundHound 是蛮有前景的。深耕垂直产业是很好的方向，不需要跟通用型的语音系统来 PK， 同时又有蛮大的市场潜力。不过当然也不能全靠产业本身来推动嘛，公司自己还是要够争气，才能够赢过其他的竞争者，或者是赢得更高的市占率嘛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公司的财务表现，看看公司是不是够争气。好 ，OK， 那就过去几季的营收表现来看呢，我认为公司整体是在成长趋势上的。对于 Sound 这种成长型的小型企业来说啊，营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是推动成长型企业很重要的一个动能。所以针对这样的公司，我会特别注意营收表现。那 Sound 在这个部分，我觉得表现还算不错，整体的营收是在成长趋势上的。不过就整体的损益而言啊，公司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，净利部分还是 net loss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司还在花钱做研发、做行销，还有一些行政上面的费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还是在烧钱啦。不过这很正常，一间小型还在成长的公司，它需要做更多的研发跟行销去推动公司的成长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再加上公司目前手上其实现金还蛮多的，3号在所有的资产当中拥有最多的就是现金，现金比例占总资产大概40%左右。虽然现在还在烧钱的阶段，但是因为公司的手上保留蛮多的现金可以运用，所以净利还是负数这一件事情，我并没有太在意。另外啊，损益表里面还有一个蛮值得一提的，就是它损益表当中有一个Change in fair value of 这个东西，中文名词就叫做或有负债，但它叫什么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会有这个东西，是因为啊 ，Sound 当初在收购其他公司的时候，他们在合约条款里面就有写到，如果对方达成某一个业绩目标 ，Sound 就要给对方一定数量的股票。这个是一种鼓励，也是一种承诺啦。而股票价格是波动的，所以每一次在出财报的时候 ，Sound 都要根据当下的股价去评估它有可能的损失或利得。例如说，股票涨了，就表示未来要付的可能变多了，那对 Sound 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损失。又如果股票跌了，表示要付给对方的变少了，那对 Sound 就是一种利得。根据会计原则，基本上呢，只要有一定的几率对方可能会达成这样子的业绩目标，公司可能要付这一笔钱或付这个股票，那就要在财报上面认列潜在的损失或利得。所以未来1-2年，如果3号损益表有比较大的波动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所造成的。不过这个只是暂时的，等到2年之后，公司履行了义务，或者是确定不用付了，那这一笔就会消失。所以暂时这1-2年我不会太在意这个项目啦。那讲了这么多 ，Sound 到底能不能买呢？首先啊，我认为 Sound 是很有前景的，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专利护城河，第二个是语音辨识领域的这个市场仍然非常的有潜力，第三，公司很争气，营收持续往上，研发也持续在做，有专业技术在保护自己，有产业在推动，同时自己也很争气，持续的在进步。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，我应该会给到8分。那假如你想要长期持有，本身也能够接受比较高的风险的话，那可以运用黄金交易原则去找到相对低点来进场，我觉得这个会是蛮不错的策略。假如你想要长期持有，但本身比较想要稳稳的投资，不想要承受这么高的风险的话，那我觉得现阶段这支股票不太适合你，因为这种偏小的成长型的公司，股价波动通常会比较大。如果你的风险承受力比较差，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长期持有至少2年以上。至于短线的话，我自己是不会短线投资这种公司啦，我没有那个能力去驾驭。那你目前的状况是 A 早就买啦， B 观望一下再决定， C 我不碰这种小公司，还是 D 最喜欢这种成长股了。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哦。那今天跟你分享的内容都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。如果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